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。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处寨子呢，只住着10多户人家。寨子里面还有一所小学。寨子里面绝大部分的木房子都已经闲置了，没人居住。那这处寨子远远的看过去，犹如一处世外桃源，景色是挺美的。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村子里面。村子没有多大，只有10多户人家，有一个简易的停车场，这边有一个篮球架。民乐镇苏子山村，这所学校呢，只有3个班级了。应该只到3年级还是4年级，再大一点的就到镇上去读书了。这边我们就不进去看了，从这边走过去，可以看一下当地老百姓的木房子。这边因为太偏僻，不方便，很多老百姓已经搬迁出去了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房子呢，都闲置在这边。确实在大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，主要年轻一代在大山里面赚不了什么钱，像村子里面都是剩一些老人和孩子。一眼看过去，这些房子都是大门紧闭。刚刚数了一下，紧挨着学校这个位置有大概10户人家，基本上都关着门。我问了一下村里面的老人，他们说很多都已经在镇上建了房子，有的是在村里面重新交通方便的地方打了地基，重新建了房子。这边因为交通实在太不便利了，平时他们种些稻田，养些鸡，种些玉米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经济收入来源的。看这地里面种的菜都长得挺好的，随便从山上捡的石头垒砌的矮墙，特别有那种乡村的气息。来到这边之后，我感觉有点像怒江的72拐。我的车也是从那边开下来的，弯弯曲曲的道路一直沿着山体而盘旋。其实这条马路可以通往贵州的。整个寨子建在大山里面，交通很闭塞，基本上这边的老百姓出去买点菜，或者卖一些自家种的东西，都挺不方便的。还好这几年修通了马路，以前这边出去一趟大山实在太难了。在对面我还发现了一处寨子，住着10多户人家，几乎这些房子都是建在半山腰之上。对面的大山也是厚厚的积雪，这边的海拔差不多有800多米，到夏天的时候挺凉快的。寨子里面的房子挺多的，大部分都是关着门。我选择了其中的一栋木房子来进行拍摄，给大家也作为一个代表。老人家你好啊。你听得懂我说话吗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你今年多大了？我说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我70多了，就差不多的80了。差不多80岁的年纪了。77岁。78了。寨子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老人，
看我在这边拍视频，问我在干嘛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栋房子啊，也是闲置房，长时间没人居住，3开间的木房子，两边用砖头给挡住了，防止这些雨水啊往木头里面浸湿。这栋房子的视野倒是挺好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背靠着大山，面朝也是大山，没关系的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待会儿我过来看一下嘛啊。这边啊底下是有稻田的，没想到在这样的山上还种稻谷，田里面还有水。在对面啊也是一个寨子，零零散散住着10-20户人家。对面的大山海拔因为高一些，山上的积雪还是挺厚的。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视野倒是挺不错的，开门见山。我在想这些稻田会不会养的有鱼啊？在我们那边之前也给大家说过，稻田里面都喜欢养鱼，在打稻谷的时候可以在稻田里面抓鱼呢。看这些养的鸭子还有鸡都是散养的，所以养出来的肉质是非常好的。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，住在这样的寨子里面真的挺清静的。那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首先这栋房子是车子开不进来的，可以停在那边。那边那栋房子也是闲置房，没人居住。再过去有栋房子住着一位老人，还有几个年轻人，过几天也要出去打工了。其实这户人家的院坝倒是挺宽的，本身也没有院坝，他是把底下加了一些立柱，做了一些橡胶板，类似于就像我们家的那个样子，做成了院坝。整个院坝大概有100来个平方左右，水泥硬化的。这栋房子啊，是我们典型的吞口屋。我们苗族大部分山里面的房子都是这么建的。所谓的吞口屋呢，就是大门口是往里面凹进去，大概2米左右，两边的偏房是凸出来的。这栋木房子呢，也是1楼居住，2楼堆放杂物的，楼层高度大概4米多，开间也是4.5米左右，配的有一个小小的厨房，就在这边，也是上了锁。这边的房子啊，都是紧挨着建在一起，旁边是一栋砖房，有一条小路可以走进来。这边喝的都是山泉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有水龙头的，通水通电，还有网络。虽然这边比较偏僻，但是啊，我觉得在这边居住，如果只要就是说喜欢安静的朋友啊，这样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这栋房子距离县城有30公里，距离镇上有15公里。村子里面的马路大概宽4米左右，都是水泥路面，轿车也都是可以进来的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栋房子，门口的视野非常好，开门见山。其实对面的大山啊，真的是挺雄伟的。现在我就有个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啊，就是对面的寨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像也是通了车，但是这边感觉底下是一个很深的峡谷。那它的马路又是从哪里修进去的呢？两个寨子啊，隔山相望，从这么看很近，可能在这边大叫一声，对面都可以听得到。但是如果想走到对面，我估计很难很难，因为底下的峡谷啊非常的深，而且是没有路的。刚刚我们看的就是这栋木房子，它的两侧
都是用砖来代替以前的木板墙了。其实这也有好处啊，平时热晒雨淋，这些木头啊都不会暴露在外面了。他们家还有一处旱厕，现在也不用了。这是村里面的马路，大概也就宽个4米左右吧。看这栋房子啊，也是一栋吞口屋，年久失修，它的偏房啊已经是快要倒塌的那个样子，可以看到上面的瓦片好多地方都掉下来了。这边以前是用石头加上泥土垒砌的砖墙，石头墙吧，现在啊暴露在外面，长时间风化的也非常的严重。还有这面土墙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。其实这栋房子啊，看起来年代是挺久远的。可能大家会说，像这些木房子怎么都是很黑的呢？这些墙板啊，实际上在农村里面建木房子，大部分涂抹的都是桐油。涂抹桐油前2年还比较亮，过了几年之后啊，它就会发黑，这也是难免的。所以在我们湘西这边，大部分的木房子啊，整个木板墙都是比较黑的。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镜头前方的这栋木房子，也是闲置多年。它的侧面以前也是用泥巴用的一些砖吧，用来垒砌的墙，但是经过热晒雨淋，已经风化的很严重，甚至于有的墙啊已经倒塌下来了。这栋房子啊，现在也感觉有点像危房了。我们走到这栋房子的门口去看一下。实际上刚才我们是可以沿着这条小路走上来的，但是我们是绕了一圈。前面这栋就是刚才邀请我的这户老人家他们家的房子。这是一栋几开间啊，4开间的木房子哦，可能是2兄弟的，有2个大门呢，2个大门都是凹进去的，加上了一个厢房，那间厢房啊，感觉都要倒塌了。这栋房子可能年代更久远了。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，这些房子整体的结构还算不错吧。立柱有些地方是烂掉了，但是这些墙板都保存的挺好的。但是如果外地的一些朋友想在这边居住的话，还是要重新装修，重新打磨，还是许多工作要去做的。在门口啊，还有一棵橘子树吧。这边的厢房以前是他们家的，应该是厨房，在里面有灶台的。这些木墙板啊，已经是全部烂掉了。木房子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没人打理，年久失修，可能也就几年或者10多年吧，就会慢慢的坏掉了。写的是全家外出务工，看起来过年也没回来的。就像很多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，石头所拍的这些房子周边的景色都挺不错的，唯独房子整体的情况太破旧了，难以维修吧，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们湘西这边啊，自古以来就比较落后贫穷，大部分的房子啊都是这个样子，并没有特别好的一些闲置老房子，整体情况也就这个样子，所以大家也请理解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我会
继续的去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闲置房。如果不喜欢啊，那接下来天气好些，我们就要开始装修家里的木房子了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康居别院，今天带大家来山里面看一栋房子。那镜头前方的这是清水江，可以看到江面上的水碧绿碧绿的，也是非常的干净。江边有很多钓位，经常有人来到这边钓鱼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大约是有13公里，距离附近的乡镇3.9公里。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，整个村子里面有10多户人家。随着镜头我们往这边看，以前这边是有个游乐场的，这边就是泳池，小孩子在这边游泳的。我们要去看的房子就是镜头前方那几棵大树背后的那一栋房子。那车子可以直接开到院门口的，这边通水、通电、通网络，非常的方便。那这边就是进入村子的马路，宽约3米左右，全部都硬化了，小轿车来到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。从这边过去就是这栋房子的院子了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院子是非常宽的，大概有100个平方左右吧。这边都打上了水泥地面，房子倒是没有多大，但是院子是非常宽的，所以这栋房子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大的。院子的外面有几棵大树，也是常青树，冬天是不落叶的，到夏天的时候可以遮挡住热烈的阳光。那这算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，非常的安静。这也是一栋坐东南朝西北的房子，整个院子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宽的，在外面搭了一些钢架棚。以前这栋房子是做民宿用的，在这边大概经营了有1-2年的时间，后面因为特殊的原因就停业了，所以现在也被闲置在这里。这边也都是有些简易的棚子，当时候让客人来到这边休闲度假的。以前这边种了很多盆景，没人打理了之后啊，这些盆景植物都干枯了。大家也都知道，今年干旱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，杂草啊也开始往院子里面长了。那整个小院我是觉得非常的舒服，住在这样的地方啊，有那种非常朴素而且又有农村的那种味道。但是整个房间的装修呢也是非常的好，住在里面也是挺舒服的。那接下来我们随着镜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这边就是这栋房子的接待厅，装的是玻璃，里面有个吧台。当然现在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，无法进去的，只能从外面看一下整栋房子的大概情况。在吧台的旁边有3个小房间，分别都留的有小门可进入的。这边的房间应该是从这个位置进去，再过去呢分别留有2扇小门。那我们现在透过窗户看一下房间里面的装修到底怎么样。这边可能从镜头里面看有点反光，但是我肉眼可以看到房子已经是做了吊顶，上面应该是铺的木板，有床，墙壁上有空调，挺干净的。整个房间没有多大，
但是后面还留的有窗户，所以房间里面的采光应该是非常好的。那我们也来看房子的屋檐位置吊了很多灯，这些到晚上的时候应该可以接上电，可以亮的。这边的房间应该也是差不多，这边都是锁上门无法进去的，只能通过窗户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房间也都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装上了空调，有麻将机，有些座椅板凳。那再过去还有一个小房间，这边是装了有摄像头还有音响的。这边的三角梅开的花特别的好看，是吧？看整个院子里面还有一些座椅板凳，以前可能吃饭啊、烧烤之类的。那底下就是清水江，这边呢有一处鱼塘，里面养了很多草鱼。那这个房间里面很多座椅板凳，应该是以前在这边营业的时候留下来的。再过去就是这栋房子的卫生间了，从这边走过去。卫生间我们就不拍，但是这个厨房我拍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边的厨房也都是砖体结构的，大概有10多个平方左右。这边还有冰柜、消毒柜，还通了电的。厨房里面比较杂乱，但是清理一下就可以用了。这边还有冰柜，所以整栋房子基本上打扫干净之后就可以拎包入住的。这边水电啊都是通的，看。好，那我们站在院子给大家看一下周围的环境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请关注康居别院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呢，我在湖南湘西。接着上一个视频啊，我们就在这条河边采访了当地的一个钓鱼大哥。在聊天当中，他告诉我，就在这条河的上方有一个寨子，在半山腰之上。寨子里面呢有几棵千年古树，而且古树啊非常的特殊，叫做楠木树。我们都知道，上了1000年的金丝楠木那是非常名贵的，可以说是无价的。但是上了1000年的楠木树到底价值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就准备顺着这条马路把车开进去，进入到那个寨子去看一看，这几棵千年的古楠木到底有多大，到底值不值钱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从这里过去一探究竟。朋友们，我终于到了，这个村子叫做八棵村，就在村口的位置啊，古树就在这个位置。我们现在跟着这条小路往上面走，就到了古树的所在地了。给大家看一下这样的一条小路，寨子呢就在上方，底下还有一条小溪哦。我发现很多外面的朋友啊，开着车带着小孩啊，
一家人来到小河边、小溪边洗澡，非常的舒服。可以看得出，这小溪里的水啊，非常的干净的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有下雨，小溪里面的水已经干枯了。哇，就是这几棵古树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保护牌。这个牌子已经掉下来了。湖南省古树名木保护牌，树种名称楠木，树龄800年，保护级别国家1级。哇，非常的大哦。我们再看看这边呢。这棵也是一样的，楠木，国家1级，树龄1000年。这棵还多200年呢，看着差不多大的。那边还有啊，我们大概数一下看，一棵，那里应该是2棵连在一起的，一棵2棵，那棵应该不是，这棵也不是，2棵、3棵、4棵、5棵、6棵、7棵，7棵古树。这里变成了一个小树林了，非常的凉爽，吹的风。上面这里还有座房子，我们上去看一看。这里凉快，你好，打电话是吧？没有，我看书，坐在家里热热有。哦，这是你们家就在这里是吧？哎，这个也是楠木，800年。这是7棵古树吗？大哥在打电话，我们不打扰他。那个男的就60几了。哦，这个树在你们当地叫什么树啊？红青啊。红青冈木。红青冈木。是不是它那个树比较硬啊？哦，这个位置，这个村，好多人都照相了。好多人在这里照相是吧？照这个相。哦。那你们是哪里？我们也照相，从外地过来，我们无意之中走到这里面来看一看。哦。这里的景色还不错嘞。真的不错。哦呀。我看一下啊。看一下。你们这个寨子大概有多少人啊？我们有几百人嘞。有几百人啊？哦，7、800哦。7、800人啊？这打工去外地打。对，你们家这个屋顶是用这个树皮盖的？哦。这是树皮吗？是啊，大树子挂的。哦，大树子的树皮盖的。树子挂的，这个的对面要拆的还没拆它不要拆嘛，可惜了，拆了就可惜了嘛。可惜了，这个还可以晒衣服，还可以你们这边都是土家族吗？土家族啊。哦呀。哎，那对面还有房子了，那边的还有人住的。对面是一寨嘛。哦，对面是一寨啊。高楼嘛。高楼哦。哦，确实，它那个地方蛮高的。就在7棵古树的上方，这里有一座房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在房子的外围贴满了对联，大门也是打开的。刚才我进去看了一下，好像是没有人。应该这家人啊不在家，可能外出打工之类的去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可以看一下院子里面很多树叶子，看起来已经非常久时间没人打扫了。看一下房子里面也是没人打扫的。我们就不进去了吧，但是感觉非常的奇怪哦。
怎么不把大门锁上呢？可能这里比较偏僻吧，也没什么外人过来。这些古树啊，高度应该都达到了40-50米左右吧。都说啊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说的一点都不错。我在大树底下坐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，现在非常的凉快，也准备要离开了。听到吧？后面非常的吵，很多小孩子就在小溪边游泳洗澡。这个地方的环境真的非常的不错哦，只有这么一个寨子。我们都知道，像这样1000年的金丝楠木是非常名贵的，少说应该是价值上亿吧。但是像这样800年到1000年的楠木，它的价值又有多少呢？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金丝楠木和楠木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也是非常的好奇。如果朋友们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啊，有所了解的，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哦。我相信像这样达到1000年的古树是非常难得的，不管它是什么楠木或者金丝楠木，在人们的心中它都是无价的，它也不能用金钱来衡量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